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完了，华子也毁了5次了，死也不改。在过去的57天中，爱德华兹因屡教不改，已被处罚5次，总计罚款高达28.5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09万元。这或许能体现出他的财富使他行事无所顾忌，但无疑对 NBA 的形象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爱德华兹确实拥有财富可以畅所欲言，但这并不利于 NBA 塑造其正面形象。回想当年大卫斯德恩曾不遗余力地整顿 NBA 风气，使联盟的形象变得既充满激情又不失强硬，强调以球技说话而非粗言秽语或不雅举止。然而斯德恩离职仅仅数年， NBA 的风气却日渐下滑，新代球星将粗俗视为个性，将取巧视为智慧。爱德华兹身边其实不乏榜样，老将康利便是其一。康利与奇才队的布罗戈登都是职业生涯中从未领到过技术犯规的球员，至少出场13000分钟。特别是康利，他在35678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都未曾有过任何技术犯规，堪称情绪管理的大师。至于比赛，尽管本赛季森林狼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相较于奇才，他们仍显得更为积极。森林狼仍在为季后赛席位而努力，而奇才则已经彻底放弃，摆明态度要争夺高顺位选秀权。面对这样的对手，森林狼自然不愿放过取胜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便取得领先，并在下半场牢牢掌控住局面。摩羯更是一波流拉大比分差距，最终森林狼以120-106轻松击败奇才，从华盛顿客场凯旋而归。华子再度展现全能风采，全场25次出手命中14球，其中3分球11投5中，罚球更是8罚全中，豪取41分、6个篮板、7次助攻和3次抢断。尽管也伴随着7次失误，特别是在决定性的第4节，他仅用9分钟便独得20分，9投6中，几乎以一己之力击溃了奇才队。这已经是华子在2025年的第2次单场得分40加的壮举。此前在对阵活塞的比赛中，他曾单场砍下53分的高分。本场对局对他来说似乎又是一场虐菜的轻松表演。然而华子的表现虽亮眼，但赛前他又一次因为不当行为被罚款了。这次他因对裁判做出侮辱性手势，被联盟处以5万美元的罚款。至此，华子在本赛季已经因为粗鄙言论和行为第5次收到联盟的罚单，而这仅仅发生在过去的57天里，几乎每11天就会遭遇一次罚款。回顾这5次罚款，首次发生在2024年11月18日，华子在比赛间隙对球迷竖起了中指，这一行为被现场导播捕捉，并迅速引发了联盟的3.5万美元罚款。紧接着在12月10日，他因赛后采访中的粗俗言论再次被罚2.5万美元。到了12月24日，华子因在赛后更衣室内怒喷裁判，直言裁判吹罚糟糕，尤其是针对2位男性裁判的言论过于粗俗，因此收到了高达7.5万美元的罚单。华子的这些行为无疑给他的职业生涯增添了不少争议，也提醒着他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第4张罚单于12月30日送达，原因是在森林狼对阵火箭的比赛后，华子的言论中含妈量超标。那场比赛中，华子接沃克传球完成3分准绝杀，赛后他情绪激动，对着镜头喊道：“我必须来打！沃克找到了我，我心想我要赢了。”就像阿里纳斯说的：“我不打加时。”这番言论为他带来了10万美元的罚款。而本场华子又因不当言论和行为收到了第5张罚单，短短57天内，他因此被罚款总计28.5万美元。NBA 进入近现代以来，对球员的素质管理愈发严格，曾经的着装令现已取消，以及现行的球员言论规范，都是为了让 NBA 联赛摆脱早年不佳的形象，变得更加高雅，适合青少年观看，避免需要打上18加的标签。此时我们不禁要问， NBA 新门面候选人是否遭遇了某种魔咒呢？上一个被动接过这一头衔的是莫兰特，随后他开始玩火自焚，现在轮到华子了吗？回顾前2年，华子的言论并未显得如此不羁，难道他们都不想扛起未来 NBA 的大旗，自知无法胜任？更可能的是，莫兰特和华子都属于性格不够沉稳之人，在突然获得大量关注和偏爱后，他们开始飘飘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释放出了最真实的自我。从今年的多次采访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华子的傲慢，他飘得太早了。
在比赛中，爱德华兹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技艺，前3节便稳稳拿下21分，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务。而到了决定性的第4节，他更是火力全开，独揽20分，引领球队前进。他多次运用后撤步3分投射和极具挑战性的2+1上篮，尽情挥洒着自己的进攻才华。那一刻，他仿佛化身乔丹传人，让人眼前一亮。全场比赛结束，爱德华兹交出了41分、6个篮板、7次助攻、3次抢断和1次封盖的全面成绩单。这也是他本赛季第2次单场得分突破40分大关，犹如在无人之境自由驰骋。至此，爱德华兹在森林狼的职业生涯中已经12次单场砍下40加的得分，仅用了341场比赛便达到此成就，高居队史第2位。而排在首位的是唐斯，他13次达成40加得分，却耗费了573场比赛。对于爱德华兹而言，超越唐斯只是时间问题，但他的狂妄态度有时也令人担忧啊。如今唐斯已被交易离队，爱德华兹成为了森林狼当之无愧的核心。若他想带领球队走得更远，首先必须学会冷静。爱德华兹原本极有希望成为 NBA 的新门面，但如今他在全美直播中频繁爆粗口，做出不雅手势，这无疑对 NBA 联盟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反观文班亚马，他与普通球迷在公园中共度悠闲时光，下棋为乐，这一幕被 NBA 联盟精心捕捉。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温馨画面，并在 NBA 官方推特上分享。这样的场景 ，NBA 球星与普通球迷和谐共处，无疑是联盟最理想的宣传素材。爱德华兹应当以此为鉴，将更多精力倾注于球场之上，避免与裁判或球迷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这对他的个人形象与职业发展均无益处。在本场大胜奇才的比赛中，爱德华兹出场36分钟，投篮手感火热，25次出手命中14球，其中3分球11投5中，罚球线上更是8罚全中，豪取41分、6篮板、7助攻、3抢断、1干爆的全面数据。尽管也伴随着7次失误，但他的正负值高达正18。前3节战罢，森林狼仅以微弱优势领先3分，但爱德华兹在关键的第4节挺身而出，9投6中，独得20分，为球队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巴特勒的情况， NBA 知名记者爆料，巴特勒多次拒绝参加球队的早晨投篮训练，并坚持使用私人飞机而非热火的团队包机出行。这一消息的曝光源于热火总裁莱利致球员工会的一封信，信中详细解释了热火对巴特勒实施禁赛的原因。热火传奇球星蒂姆·哈达威透露，在12月22日热火对阵魔术的客场比赛中，巴特勒因胃部不适缺席，但随后却发现外出与朋友聚会，甚至在餐馆享用牛排。此前，巴特勒已经被热火内部禁赛7场，经济损失达到235万美元。对此，球员工会已提出申诉。当巴特勒与热火关系融洽时，这些问题似乎都微不足道。然而，如今双方关系破裂，这些行为便成为了热火禁赛巴特勒的正当理由。尽管巴特勒已申请交易，但他的未来去向仍充满不确定性。太阳队对巴特勒颇有兴趣，但碍于薪资空间限制，需找寻第三方球队接手比尔的合同，才能完成这笔交易。上个赛季，爱德华兹作为森林狼队的绝对核心，真正意义上声名鹤起。他在常规赛和季后赛中的场均得分、篮板和助攻均表现出色，更是带领球队一路高歌猛进，杀入了西部决赛。这样的表现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他也因此成为了未来 NBA 联盟门面的有力争夺者。这一称号对他来说可谓实至名归。回顾往昔，莫兰特也曾是联盟新门面的热门候选人。灰熊队在首轮第2顺位选中他后，他便展现出了不俗的潜力。新秀赛季便崭露头角，轻松将最佳新秀奖项收入囊中。第2个赛季，他的数据更是飙升，成为了球迷们口中的灰熊新星。到了21-22赛季，莫兰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场均数据惊人，联盟门面的头衔似乎已触手可及。然而世事难料，签下大合同后的莫兰特球场表现却开始下滑，伤病不断，更频频传出桃色新闻，尤其是那持枪事件，更是给他的职业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系列事件让他在联盟门面之争中提前出局。反观爱德华兹，他一步一个脚印，凭借自己的实力在 NBA 站稳脚跟。如今他已成为联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而莫兰特尽管天赋异禀，但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却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在 NBA 这个舞台上，光有天赋和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人品和形象同样至关重要。爱德华兹的稳步上升与莫兰特的黯然失色，无疑为所有年轻球员敲响了警钟。很久没有看球的伙伴们还在用老观念看待问题，认为灰狼队的领头狼仍是唐斯。如果还持有这样的观点，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来刷新你的认知了。通过多年的摆烂，灰狼阵中积攒了一批天赋怪。曾经的队内老大无疑是唐斯，不过经历了几年的历练和成长，以及季后赛的拉垮时刻，人们似乎看不到唐先生身上还有什么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了。反倒是即将迈入职业生涯第3个年头的爱德华兹，通过上一赛季的出色发挥，让所有球迷眼前一亮。明尼苏达灰狼未来的绝对核心已然呼之欲出。身为2020年的状元郎，正走在明日之星道路上的他，会在下赛季实现怎样的蜕变呢？可以说非常值得我们期待了。爱德华兹给人的第一观感是很强的，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相近的球员和他做对比。如果有人问去年季后赛最好的得分后卫是谁，那么会有很多人回答是拿了总冠军的汤普森，或者走得更远的布克，又或者是拥有老资历的哈登。但卢伊认为爱德华兹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这个讨论之中。乔丹之后是科比，科比之后是哈登，那哈登之后呢？爱德华兹已经向着时代最强得分后卫的称谓发起冲击了。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不看灰狼比赛的球迷还不是很了解他。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分析一下爱德华兹到底有多强。新秀赛季，爱德华兹打得有些挣扎，他的效率偏低，即便是后半赛季他的表现有所起色，又或者是最后他拿出了场均 19.3 分、2.9 助攻、4.7 篮板的数据，但他的有效命中率只有 48%， 这是低于同位置 76% 的球员的。在新秀年，爱德华兹比较急于展现自己恐怖的爆发力，一味的追求个人单打进攻取分，而到了上个赛季，也就是他生涯的第2年，他开始有所转变。为了服务团队，为了争取更多的胜利，他的打法变得更加聪明。常规赛回合占有率 26.4%， 比之前的新秀赛季的 27% 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场均出手更少的同时，个人数据却随之提高了，场均 21.3 分、3.8 助攻、4.8 篮板。较之第一年，他在每一项上都得到了提升。上个赛季，他的有效命中率是 53.1%。这一数值超过了联盟平均水平，无论是在中近距离、中远距离，还是在禁区内，它都更加高效了。下面我们通过高阶数据的展示，来进一步感受爱德华兹的成长进步。进攻方面，在今年的季后赛中，爱德华兹可谓是灰狼队内的老大，持球大杀器。他的场均个人单打得分 6.0 分，全队最高，且是第2名唐斯的2倍。每回合得分数是极其强悍的 0.95 分，在季后赛场均单打超过5回合的球员中排名第3位，仅仅稍逊于欧文和西亚卡姆。场均挡拆持球得分 5.7 分，全队第1，几乎是拉塞尔的2倍，且命中率高达 57%， 每回合挡拆得分有 1.36 分之多。这些数据均高出队友许多，甚至你要把他单拎出来放在整个联盟做对比的话，在场均挡拆超过4次的球员中，爱德华兹每回合的得分也是傲视群雄的，远远超过排在第2的球手。这还不是全部，定点跳投得分场均 6.7 分，全队第1，每回合定点跳投得分 1.21 分，季后赛全联盟第1。还有关键时刻得分全队第1，突破得分全队第2，持球跳投得分全队第1，接球3分得分全队第1。可以说，除了背身单打这一主要属于唐斯的技能包之外，爱德华兹几乎将灰狼所有的得分方式第1名包揽了。常规赛小露锋芒，季后赛大杀四方，这样的升级状态，这样的高效产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称其为灰狼队内的球队老大？进攻端相当炸裂，防守端爱德华兹又有什么表现呢？目前最准确的高阶影响力数据 EPM 显示，爱德华兹上赛季的 EPM 值为正的 2.2， 超过全联盟 96% 的同位置球员，排在灰狼队的第2位。这其中防守端的影响力，也就是第一 PM 值超过了联盟 76% 同位置的球员，较新秀赛季只能超过 18% 同位置球员的水准来说，是完成了一次大跨步的飞跃。上赛季的季后赛，他已经成长为灰狼防挡拆和防单打最好的球员了，很多时候防守对方箭头球员的任务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特别能够拿出来说到的就是灰熊队莫兰特在面对爱德华兹的防守时，命中率只有可怜的 38%。 再者还有高阶数据勒布朗值显示，
2021至2022赛季，爱德华兹的防守端影响力进步明显，无论是低勒布朗值还是欧勒布朗值，他都在向着低于梯队球员靠拢。也许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是未来爱德华兹绝对有争夺联盟第1分位的实力。毕竟现在的他就已经出露了一些端倪。爱德华兹与布克、哈登、米切尔相比，他的季后赛场均得分第2高，仅次于米切尔的 25.5 分。他的回合占有率为 26.4%， 远低于布克、米切尔，只比哈登高一点。当然，在今后爱德华兹需要证明自己的地方还有很多。当前辈们的技能点提高速度放缓，而与此同时自己的能力不断提升的节点来到的时候，相信到那时获得联盟现阶段最强分位的称号就不足以满足他了。当然，爱德华兹的不足之处还是有必要单独提出来说说的，比如他的投篮选择。一些时候他迎着对手的防守人毫不犹豫就拔起跳投，我们可以说这是年轻人比较我行我素、任性而为的性格使然。不过你还别说，这些出手后的命中率还不低。显然在多数比赛时间内，更好的控制节奏或者是压时间会是更为不错的终结进攻的方式。但是爱德华兹的字典里似乎并不存在这方面的字眼。在新赛季少一些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单打形式，多找队友寻求配合，或许能让球队取得更多的胜场。此外，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爱德华兹的终结效率还有增长的空间。根据 NBA.com 的数据显示，上赛季他的抛投命中率只有 30%， 他需要多向那些优秀的分位学习，例如德维恩·韦德，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手部力量，去完成更舒展的动作。进攻终结手段单一化的他，在突入禁区后很少进行节奏上的调整，强行挑战对手护框球员的后果就是命中率得不到保障。另外，他的造犯规能力也有待加强，他需要更狡猾地去与对手在身体上进行接触，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扭动身躯躲避防守人。最后是防守的问题。上赛季季后赛，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爱德华兹突击内线，吸引多名球员上前包夹后，潜伏在外线的队友获得了空位出手的机会。但这些转瞬即逝的良机被爱德华兹所忽视掉了。弱色的队友眼睁睁地看着爱德华兹强行面对2至3名防守者，非常别扭地将球投向篮筐。要想成长到下一阶段，将打法磨练得更加纯熟，爱德华兹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赛后回看录像上。他需要明白教练的战术布置，队友的跑位移动范围，特别在下个赛季戈贝尔加入灰狼后，篮下空间进一步缩窄，留给爱德华兹恣意突向禁区的机会必然进一步减少。找队友突破分球是爱德华兹需要再好好琢磨的进攻选项。我们回头去看看很多如今叱咤江湖的顶级球星，例如库里、詹姆斯、约基奇、东契奇、塔图姆、莫兰特、米切尔等人，他们都是以生涯第3年为界，从普通球星一跃成为超级明星。生涯第3赛季非常关键。近些年来，特雷杨在第3赛季杀进东部决赛，东契奇第3赛季与快艇在季后赛大战7场，莫兰特、塔图姆都是在第3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相信在这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爱德不仅放在浓眉哥与威少身上，卡梅隆·安东尼他的压力一点也不小。对这年轻的黄蜂，甜瓜用一记记不讲理的投篮不断拯救湖人的进攻端。现在他的进攻仍然是美如画的低位背打干拔跳投，他的表现也值得球迷对他的喜欢。虽然早已经没有了当初劲爆的得分能力，但是在球场上他还是那个风流杀手，接球投3分，低位背打，他总是可以在比赛中用他最熟悉的方式去得分，甚至在最近几场比赛中多次打出顶着防守投3分球3+1的表现。从丹佛高原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从鹅城辗转航天城，从无球可打到现归于玫瑰之城，再到如今远赴洛城。仔细想想，曾经那个活跃于丹佛高原上的爱笑甜瓜，已经是一名年满37岁的老将了。也许大家都忘了他和詹姆斯并称绝代双骄的高光，但却不会忘记他的传奇生涯。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安东尼可以场均砍下 22.9 分，命中率保持在 44% 以上。不仅进攻区域覆盖整个半场，而且相较于詹姆斯走的偏科开始慢慢弥补的发展路线，他从进联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在他被 NBA 球队正式选中之前，外界就已经将他设定为超级得分手，
而且成熟即插即用。如果把 NBA 联盟比作是一款游戏，每名球员就像是一个独立玩家操纵的角色，成长与天赋加点一切皆由自己把控。那么安东尼的角色设定就非常简单粗暴了，就是一架天生的得分机器。如果要在 NBA 里命名最纯正的小前锋，安东尼首当其冲。他自己也曾说过，不管面前是怎样的防守人，他都能将他该死的球送进篮筐。那究竟是怎样豪横的打法，让安东尼看上去如此无解？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走进安东尼的进攻世界，一起去了解他无解的进攻技巧。让我们进入影片吧。大家都知道，安东尼有着进攻万花筒的称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他是现在为数不多的掌握着传统篮球艺术的球员了。真话入境的进攻技巧也给了安东尼打上一个标签——超级得分手。如果你看过安东尼打球，你一定不会再喜欢上联盟里任何其他的得分手。他拥有全世界最美如画的投篮，安东尼的出手非常顺滑，出球垂直，辅助手与投球手配合的浑然一体，出手之后明显的压腕滞留动作。安东尼在投篮时腿部屈膝动作非常小，身体略带后仰，双腿是并排直绷的，并且有前倾的动作，背部后压。安东尼从投篮起跳到落地，身体会在空中以腰部为中心有一个轻微的旋转，这样可以让他缓冲落地压力的同时，大大增加投篮的美感。与此同时，安东尼的投篮出手点也是非常高，并出手速度快，即便有防守干扰，安东尼依然会在最高点出手，这样他的投篮被封盖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而作为联盟顶级前锋，安东尼持球自主创造投篮空间的能力也是顶级的。在持球突破时，他会阅读对方防守的位置，一旦发现防守者重心移动或未站稳，立即来一个急停跳投。他几乎所有的急停跳投都是这个套路。若是防守者并没有失位，他的选择也很简单，主动寻找身体接触去创造投篮空间。同时他也会运用犹豫步，佯装要从一侧突破进攻，然后突破收球完成投篮。相较于杜兰特和威少的犹豫步，安东尼这个动作幅度比较小，但是也可以很有效的欺骗防守。作为顶级得分手，安东尼最喜欢的进攻模式是在球场两侧45度角要位的持球三威胁。他的三威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具有杀伤力的三威胁。安东尼的三威胁之所以无解，第一个关键点在于他顺步试探幅度。他拥有着一双大长腿，在做顺步试探时，他的外侧脚迈步幅度总能超过防守人的防守步幅，而这样的试探步幅度会给防守人很大的突破威慑力。这时他就会立刻举球投篮完成终结。安东尼三威胁后，无论是突破还是转身运球跳投，非常喜欢后脚蹬地起步，这总是为他创造终结空间。就像这个回合，安东尼低位三威胁持球，对方防守站位很近，而且左脚靠前，右脚在后，防守重心全在安东尼右侧。此时内线空无一人，此时不杀更待何时？安东尼直接右脚蹬步起跳，左路突破。如果对方忌惮安东尼的后蹬步突破，从而选择在他做后蹬步时大幅度后退，那他一样可以利用这个空中急停完成中投。安东尼在使用三威胁时，双手持球动作与投篮时持球动作基本一致，双手握球悬于左腰间，左腿蹬直，右脚弯曲做迈步姿势，俯身拱腰抬头目视前方。安东尼通常有两种起势方式，一种试探步佯装突破，像这个球，右脚迈出的同时，双手持球向右脚方向画摆中，然后他的肩部当然也要跟着节奏摆动，等观察到对手痴晃重心变化后，立刻双脚收回完成跳投。第二种起势方式是点投，注意不是点投，简单来说就是做投篮假动作虚晃对手，右脚向右侧迈出，同时做投篮假动作。同样的，先观察防守位置，这里海沃德防守上扑了一下，随即立刻收球后撤投篮。那么会有一些有力量有体重的球员，为了不被安东尼的三威胁牵着鼻子走，就会选择在他接球时直接贴到他身前，不给他脚步调动的空间。就像这里，詹姆斯在安东尼接球时就直接贴到了他的身体，所以面对这样的防守时，安东尼就会利用背身单打。说到背身技术，你会想到谁？奥拉朱旺、科比、乔丹、邓肯、加内特，不用解释，全都是超级巨星。安东尼自带巨星属性，当然被打技能也是点满。他在背身接球之前有个要球的动作，安东尼是非常依赖空位的传球的。拿到球之前，他会观察防守者的位置，如果对方站得远，接球直接跳投或是转身后仰跳投。
若是观察到防守者站位偏，空出一侧，他会选择接球直接转身过掉，突破上篮。当然，被打过程中感觉对方错了半个身位，也可顺势转过去攻击篮筐。像这里背身单打，简单靠几下就会出现底线突破上篮的机会，轻松一个转身过掉防守。如果在被打过程中发现防守球员位置并没有失位，那么甜瓜也会有各种办法创造空间完成终结。像这里安东尼被打，防守球员并没有失位，而是始终保持在他身前，这时他会后仰金鸡独立跳投，他也会利用后撤步。我们注意仔细观察他在后撤时双脚的位置，他的右脚是在防守球员双脚之间，左脚后蹬完成后撤，这样的防守球员很容易失去重心，从而出现投篮空间。晃肩转身跳投、翻身跳投也是在他被打时喜欢的招式。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被打时用什么姿势，安东尼的动作在空中都不会变形。另外一点就是甜瓜在被打半转身或是转身的时候，双脚站位会非常宽，这样在转身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卡住防守者，创造终结空间。一提及安东尼，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极强投篮能力，但这些解释其实有些本末倒置。他的投篮能力确实很强，但他的突破威胁是最被低估的。安东尼其实是一位极强的突破高手，虽然他看起来没什么亮眼的突破技术，但他在篮下的进攻效率非常高。他在上篮时一般双肘都会张开，这样就会创造一定终结空间，避免被封盖。因为有着2.03米的身高和非常强壮的身体，安东尼经常会主动和对手寻找对抗，完成滞空上篮，不给对方起跳封盖的空间。所以只要他冲起来，哪怕对方内线有中锋协防，也一样扛不住他的冲击力。即便球未打进，对方也被弹开几米开外，甜瓜毫不犹豫刷一个前场板，轻松完成上篮。他在持球突破篮下时，顺势会做一个小跳步，这样不仅可以调整脚步，同时可以借力增大起跳以后的力量。这就是卡梅罗·安东尼，一个联盟里为数不多技巧全面的锋线球员。他不会放弃传统篮球的技术。我想等到安东尼退役时，退役的不只是一名传奇巨星，更是一种古典打法。作为球迷，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我们依然可以继续欣赏几年进攻万花筒。科比和他的湖人折戟总决赛丢掉了总冠军。在饮恨波士顿后，一心想要复仇的湖人，在09赛季湖人卷土重来，在西部一骑绝尘，以65胜17负的战绩高居西部第一。在季后赛，湖人分别淘汰爵士和火箭晋级西决，而湖人的对手是同样壮志仇仇的金块。那时候的金块总是在西部季后赛中铩羽而归。安东尼在整个职业生涯前5年都经历了首轮就止步的无奈窘境。09赛季，丹佛选择拆散黄金双枪，用艾弗森从活塞换来了比鲁普斯。他的到来给全队灌满了活塞式的防守理念，侵略性、凶狠、对抗性深深地刻在了每个金块球员的骨子里。终于，金块摆脱了首轮游的命运，敲开了前往西决的大门。最终，西部第一和西部第二在西决相遇。前2场的精彩程度并没有辜负他们所创造的 ESPN 30年来的首个8000万的收视率记录。科比和安东尼2位头牌展开了飙分大战，科比2场砍下了72分，而安东尼砍下了73分。在战成1-1平之后，湖人进驻丹佛百事中心，而在此之前，百事中心已经有整整11周没有球队攻破过了。在与爵士进行大量肉搏和火箭血战7场，又来到了令人恐惧的科罗拉多高原之后，科比又一次咬紧了牙关。面对对手孜孜不倦地试图撕咬和消耗，科比狂砍41分带队取胜，重新获得系列赛优势。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回顾09西决大战第3场。这场湖人取胜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对于安东尼和比卢普斯的有效限制。上半场，安东尼打出了9投4中，得到18分的亮眼数据，但这并不是金块教练组所能接受的比赛形式的展现。原因在于，湖人在上半场对于安东尼延续了类似于上一场比赛的防守形式，让其在无球状态下难以接到球，同时给予了巨大身体对抗来进行消耗。所以上半场安东尼的得分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无球跑动、战术布置找到机会，以及站上罚球线。所以下半场乔治卡尔做了一个很大的进攻策略改变，
大幅度增加安东尼的有球发起和上线直接拿球进攻，而这正中了湖人的下怀。湖人后续的一系列高压防守，迫使安东尼下半场仅得3分，且无运动战进球入账，掘金也就此落入了湖人的陷阱中。每一次只要安东尼打挡拆，湖人就一定是双人摆在面前限制干扰，不给到轻松利用挡拆往里运一步之后的急停跳投机会。而一旦安东尼突入到禁区附近，湖人在内线层层的防守干扰和影响其出手，坚决贯彻只要安东尼持球发起运球突破，一定让其打得非常难受，除非安东尼不做运球调整直接出手。相较于对于安东尼的坚决消耗和夹击，湖人对于比鲁普斯则是更多运用了策略变化。开场湖人改由费舍尔防守比鲁普斯，相较于科比，费舍尔更矮更壮和重心更低，让其在强掩护和急掩护的时候更凶，更低的重心对于比鲁普斯下盘的施压和对抗骚扰更多。与此同时，减少科比在防守端的消耗，让其能够在进攻端获得更多的体力。而费舍尔下场之后，或者是决胜时刻，湖人依旧是采取和前2场比赛一致的策略，用科比来限制比鲁普斯。面对比鲁普斯打挡拆，湖人是选择用夹击的形式来逼迫比鲁普斯提前出球，同时尽量让比鲁普斯在边路发动挡拆，从而在弱延误之后便于补位。但尽管两核心被湖人锁死的情况下，金块还是凭借着角色球员的发挥一路领先湖人到第4节，但无人能挡的科比粉碎了金块人的希望。这场比赛，邓台琼斯对于科比的防守强度之高近乎粗野，他第1节就领到了4次犯规，但是他还是如猎狗追逐狮子般，但科比不为所动，持球冲击篮下，空中闪转腾挪上篮打进，牛角位接球，假动作晃飞防守，随后运球找节奏，迎着安德森的防守打满命中。面对 JR 低位背身接球后，顺势转身招牌后仰跳投命中，一条龙突破，躲过金块重重包围，来到篮下上篮命中。挡拆过后突破急停漂移后仰命中，低位面对 JR 熟悉的背打晃肩，然后转身后仰，这一球 JR 已经防到了极致，如果有比 JR 更好的防守，那便是犯规。可科比就是硬生生的把球投进了那该死的篮筐。湖人进攻战术没有跑出来，所剩进攻时间不多，阿里扎只能把球交给科比解决。只见科比接球，左手运球压低重心，向左翼3分线移动，在进攻时间还剩5秒时起跳，迎着 JR 3分命中。最后阿里扎再度上演了惊人抢断，杀死金块最后一攻，湖人奠定胜势。这场科比上阵41分钟，24投12中，拿下41分，6个篮板，5次助攻。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在系列赛中最能代表科比的比赛。逆境、客场、队友的状态、对手的凶猛、自己的状态，这些元素在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科比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技术，在最后力挽狂澜渡过难关。事实上，湖人赢得并不那么漂亮。金块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他们用了大量的包夹和轮转堵塞了空间，造成了湖人大量的失误和仓促投篮。可湖人没有被吓住，他们整场手感不顺，但是他们已经够硬，以至于他们就算在泥潭里和金块扭打，也没有落于下风。金块希望把比赛变得更艰难，科比就如他们所愿了。但是就算如此，最后赢的还是湖人。他们3分球整场都没开，但是他们通过不断造杀伤罚球弥补了这些。金块想让比赛进入他们的节奏，但他们没想到湖人并不害怕这样的节奏。湖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湖人了，湖人曾经打得像一个贵族。当年他们可以不去拼抢篮板球，不去吃踢，也不用和裁判去嘀嘀咕咕，因为他们确实比所有队伍都强。科比和奥尼尔从来都不对路子，我们也很难说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靠谱的化学反应，但是反正他们就是能赢球，能拿冠军。在几经蛰伏，在科比获得加索尔这样的队友之后，曾经一度以为好日子又要来了。直到2008年总决赛上，波士顿给他上了一课，你们远没有你们所想的那样强。科比很快就改变了，并且改变了整支湖人的气质。他不再端着自己的架子，而是和任何一支一起在地上打着滚，互相厮打，露出他的尖牙利爪。他不在乎别人说他脏，在这个联盟里，脏和强硬是一个意思。
如果你不愿意别人说你脏，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别人说你软。科比可以允许自己成为一个肮脏的球员，但是他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一个软蛋。为了胜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2009年的科比。他曾经是优雅而华丽的少年，而现在他是最凶最狠的黑帮老大。他开始在比赛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会和安东尼相互肘击，会喷垃圾话。在他的带领下，费舍尔、阿里扎、拜纳姆也变得穷凶极恶，就连卢克沃顿这样的白面小生也会开飙垃圾话。湖人用自己的方式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在这轮系列赛之前，湖人和火箭血战了7场才涉险过关，全世界都看到了火箭的血性，但赢到最后的还是湖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湖人给人一种不是我赢不了你，而是我不那么想赢的错觉。世人总是觉得他们拥有太多的天赋，太棒的才华，以至于他们真的可以随意挥霍，但他们没有，他们只是特别吝啬于全力以赴。但当真正要到了全力以赴的时候，他们也绝不含糊。科比用自己的领导方式领导了这支球队，而在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科比布莱恩特不是领袖之类的话。不管你赢得胜利的方式是什么，那都是胜利，而历史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